沉浸于有趣、可理解的内容里学习中文。欢迎来到沉浸中文 Real Chinese Talk 沉浸式中文学习播客。这个播客适合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中文学习者。在你可以理解的水平上，我用中文讨论有趣、日常的话题，创造中文沉浸式学习环境。我是你们的主播秋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很火的一本科幻小说《三体》。但在我开始之前，我需要事先声明一下，那就是播客里的内容可能会涉及到剧透，也就是会涉及到故事当中的一些情节，所以如果你介意的话，可以选择性的收听。也许你前一段时间有注意到 Netflix， 也就是网飞上推出了一部电视剧，就是《三体》。但这个电视剧其实是基于在中国已经很有名的一系列科幻小说，也就是《三体》系列的这样一部电视剧。但其实《三体》原来的名字叫做《地球往事三部曲》，其中地球就不用说了，那往事的意思呢，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名字也就告诉我们，其实整个系列最后的结局是地球的消失，地球的毁灭。也就是这一系列小说就是在说地球是如何消失，或者说如何被毁灭的。既然是三部曲，这意味着整个系列有3本小说。第一本是《三体》，也就是网飞所基于的故事，而第二本叫做《三体2：黑暗森林》，而第3本叫做《三体3：死神永生》。刚刚有说到，网飞的电视剧其实是基于第一本里的故事情节，而第二本《黑暗森林》则主要是说三体人入侵之后的故事，而《黑暗森林》则是第二本乃至整个系列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之一了。而第3本则是在说多维生命和宇宙真相的故事，但由于涉及到很多的剧透，我这里就不展开了。三体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亚洲科幻小说之一了，也是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先不说网飞改编了《三体》，并且收获了很好的收视率，而在中国国内，《三体》也曾经被改编为电视剧、动画片，以及很多粉丝自己有制作一些视频等等。但说实话，我作为一个阅读过原著的人来说，无论怎么改编，读过原著的人都觉得都没有原著好。那为什么《三体》这么好看呢？《三体》里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小说里提到了很多科学理论，而这些理论其实都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如果你真的去搜索，比如三体问题、纳米纤维等等这样一些小说里提到的概念，你真的能够找到相关的论文。但同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之上，作者又发挥了他的想象力，创造出了很多新的概念。这样的写作方式让我总有一种身临其境，
似乎真的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这样一种感觉。另一个《三体》这么好看的原因，就是整体的故事非常的宏大。宏大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中文单词，主要是用来形容抽象的事情或者物体。说回《三体》，从时间的角度看，整个故事跨越了几百年的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到未来400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跨度基本上对于人类来说是很难来想象的。而从物理的角度看，整个故事从我们熟悉的3维世界到2维世界到高维生物，直到最后地球毁灭的原因也和维度有关。当然，从哲学的角度看，《三体》也有很深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关于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以及宇宙的思考也体现在故事当中。当然，从中国读者的角度看，故事里的文化色彩也非常浓。故事开始于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具有中国色彩的事情。后面很多人物的选择也体现了中国人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也有听说一些非中国的朋友说，他认为书里面的人物的选择并不一定是中国人才会这样选，换作其他国家的人也会做类似的选择，或者说这就是人性吧。我在《三体》里印象最深的情节就是面壁人。面是指面临、面对，而壁是指墙壁，而面壁人呢，就是说面对墙壁做独立思考的人的这样一个概念。这可以说是《三体》系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和角色。除了一开始按下按钮的人之外，估计这个面壁人是整个《三体》系列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了。而最后当罗辑，也就是面壁人当中的一个，找到完美解决方法时，我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的角色其实充满了复杂性。他本身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但最后却选择他一个人与三体人对抗，牺牲了他自己。他一开始似乎并不在乎面壁人的责任，但最后他是唯一一个成功的人。总之，面壁人是我在三体里最喜欢的一个构思和情节。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三体这本书呢，发表于2006年，但其实从1989年上个世纪开始，刘慈欣就开始发表科幻小说了。之后基本上每一年他都有发表小说。但也许你不知道的是，他其实在开始写科幻小说之前，是在一家电力公司做工程师。后来当他的科幻小说变得有名之后呢，他还是继续在那里工作，直到退休。他的生活基本上就是白天工作，晚上写小说。另外，由于他居住的城市不是一个大城市，他有时候需要到北京去查阅一些科幻科学理论方面的资料。想象一下这样的生活，白天工作，晚上写小说，周末
跨越城市去查阅资料。这样的生活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但同时，我认为白天的工作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不同的灵感和写作话题。这也是我认为为什么一些作家当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写作的时候呢，写出来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深度，也没有什么创意。说回刘慈欣，他除了《三体》之外，还写了非常多的科幻小说，有的长，有的短，但都有一些相似点。比如说，他非常擅长结合现实当中的物理理论和他的想象力来创造故事，同时他也很擅长创造很宏大的故事背景，比如跨越几百年的时间，或者跨越很长的距离，或者跨越不同的维度。总之，就是给人一种太空歌剧的感觉。太空就是指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而歌剧则是指在整个故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他们相互配合，相互互动，而达到推动故事发展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用太空歌剧来形容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的风格是最恰当的一个词了吧，因为他的小说总是有这样一种非常宏大的，涉及到很多角色、很多人物的这样一些故事。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我很推荐你去找《三体》的中文版来读。同时呢，他的其他小说我也很推荐，但我并不是很确定他的其他小说是否被翻译为其他语言过，但也许这就帮助你不再有借口来阅读中文原著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